等周秋香端着木盆满脸怒气回来时，周桂兰仔细地翻看了肠子，指着没洗干净的地方：“你还得去洗洗。”周秋香快被他气哭了，将盆子丢开：“我不干了！”说着就捂着自己的眼睛跑走了。周桂兰忍不住叹了口气：“哎呀，这气性也太大了。不过这些是真的没洗干净。”当天晚上，周大山回家：“你瞅瞅你那好侄女，把咱秋香给欺负成啥样了？”他可是忍了一下午呀，就等着周大山回来告状。要是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去找周桂兰，那肯定是让周大山没面子的，到时候他就得被周大山揍了。他咋欺负你了？他把最脏最差的活都给我做，还骂我，还赶我走。当时周大山在干活，也没留意自个儿闺女，也不知道是啥事儿。可他了解自个儿这个宝贝疙瘩的闺女，心里也不太相信周桂兰这么不给他这个大伯面子。他让你走你就走，待着干啥？我是去帮忙的，咋能说走就走啊？爹，你这是不帮我了，你到底是谁的爹啊？周秋香难以置信，对着他爹就嚷嚷着。周大山一共4个孩子，只有周秋香一个闺女，从小对他也是娇惯。行了，你就是去帮忙的，管啥事儿？做炸裂还挑活，快去睡觉吧，往后你们别再去桂兰家了。周秋香再次被气得哭着跑回自个儿房间，砰的一声关上了门，趴在床上痛哭起来。爹咋能这样？咋就护着那个小贱人？周桂兰这么对我，抢走我爹，害我连我喜欢的男人都抢走了，他凭什么呀？另外一间屋子里，李秀英也不满自个儿老头子的态度了，这咋的还帮着侄女，不帮着自个儿亲闺女的，还白白给干活。桂兰有没有说咋报答你？要啥报答的？他给别人都开了工资，就你们父子3个人没有，你们也是劳动力，家里不管就给他干活了，咋的也不表示表示。李秀英越说语气也越冲，咱们可真是帮了白眼狼了。周大山心里烦，不想跟他多说，就闭眼睡觉了。半个月转眼就过去了，周桂兰家的新屋子也造了起来。这房子就是一个小房子，对面2个小房间，里面是个单独的厨房，在林子里还给修了一个茅房。在周桂兰的强烈要求下，又在老房子的灶台旁边挖了一个井。当天，周桂兰和周老太太做了更丰盛的一顿饭，请那些帮工吃了，这才算是整个事儿都完了。临走，一声声地跟他们说，要是往后有活啊，一定要喊上他们。等他们这些人都走了，周桂兰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一个钱袋子，交给坐着周大山的手里。周大山的手好像是烫着一般，就往周桂兰手里推。你这是干啥呢？大伯，你和我几个堂哥这么帮着我，自个儿家的庄稼地也不管了，咱们怎么的也得给你们买几斤肉尝尝的。周桂兰说的可是真心话，虽然对李秀英和周秋香他们没有什么好印象，可自个儿这个大伯和几个堂哥还是很好的，帮忙这屋子哪儿能造起来放？他们是真出力不少。我是你大伯，该帮着你的，这些钱你拿回去，要不大伯就跟你翻脸了。一边坐着的李秀英眼巴巴看着2人推搡着，心都要到嗓子眼了。这可是钱呢，他家老头子也真是一根筋，桂兰那丫头要给就拿着呀，这可是他们的工钱。大哥，你就拿着吧，咋的说也是咱们桂兰的一片心。对对对，这是桂兰的心意，你要是不拿着呀，那可不是辜负她了吗？爹，你要不就把钱给我吧，孩子们都还没冬衣穿呢。这话说的旁边的二强脸都挂不住了。你这婆娘不说话能成哑巴不？咋的了？又不是我问桂兰要的，这不是桂兰自己要给的吗？二强是个老实的，那是耍滑不过自个儿这个好吃懒做的媳妇儿的。秋香眸子只往旁边站着的徐长林身上瞥，心里想着这肯定是长林哥的意思。长林哥是个有本事的，能挣钱，见他没新衣服穿了，想照付他，又不能直接给钱，这才扔周桂兰借这个名头给钱给他爹。这么一想，所有的事情都想通了。爹，桂兰姐要钱给你，你就拿着呗。拿回去，拿回去。我要收了你这钱，我成啥人了？这村里帮忙都没要钱的，更别说亲戚间帮忙了。他可不想被村里人在背后骂。大娘，这钱要不就你收着吧。哎呀，这话咋说的？我们哪能好意思要你钱？那我们帮你还不是应该的？说着，李秀英接过钱袋子就放进自己怀里。周桂兰暗暗咂舌，自己这大娘还真是能耐，嘴里说的和做的完全不一样啊。
这是干啥？赶紧把钱还给桂兰。周大山见自己老伴收了钱，急忙喊了一句：“这钱拿着烫手！”哎呀，你这老头子，咋就不能让大家都舒心呢？这桂兰要给呀，那是她懂事儿，咱们做长辈的收着呀，就是把她的心意一块收了。这屋子还有要收拾的啊，我们就不在这耽搁你们了。说着，李秀英就迈开脚步，快步离开了。不过一个眨眼，就剩下周秋香一个人还站在原处，低着头，羞红了脸。瞧她这个模样，周桂兰都忍不住吸了口气，真是少女怀春，人比花娇啊。秋香呀，要不要大海哥送你回去啊？这山里也危险。哎呀，大哥，还是你想的周到，他一个人下山我们还不放心呢，赶紧送过去吧。不用你送，长林哥可是能打猎的，他送我更加安心。他还想着咋样跟他的长林哥两个人相处，刚刚就是刻意不跟着他们走的。这个大海哥倒好，竟然还想着送他。哼！站在周桂兰身边的徐长林一愣，咋的就说到他身上了？你一个姑娘家的，跟姐夫走在一块不合适，让你大海哥送你。大海呀，把你秋香妹子送到大伯家。秋香妹子，走吧，你大海哥不会打猎，可护着你还是大海哥了。徐长林跟着说了一句。周秋香不敢置信地看着开口的徐长林，他咋的也没想到他竟然是不送他。桂兰赞赏地看了一眼徐长林，不错，今儿个表现良好。哥，你赶紧送他回去了之后回来吃饭，晚上咱们吃顿好的。这里的人都让周大海送他。周秋香知道自己再说啥也没用了，当下就快步地跑走了。周桂兰撇了撇嘴，哎呀，还是个小公举啊。徐长林看了眼跑开的周秋香的背影，不明白他为啥生气，转头就看向了自己小媳妇儿。还好自个小媳妇儿不会因着生气就跑走，还是媳妇儿好。老太太也从座位上站起来，看着秋香跑走的方向，心中就有了个猜测。长林呐，柴火不够了，你去劈柴吧，一会儿要做饭了。老太太压低声音对周桂兰道，你得看紧你家长林，他人长得好，怕是会被别人看上。哎呀，老太太这就看出来了。周桂兰觉得稀奇，这老太太也太神了吧。她眼珠子一转就咧嘴笑了。你说啥啊娘，长林就一猎户，没有地，别人还怕他呢，还能有谁能看上他呀？老太太这就着急了，这是啥话说的？这丫头呀就是太笨了，就是个猎户那也有能耐，要不谁家能这么快就建了新屋子呀？他人高马大的，姑娘们最是喜欢，你可不能犯糊涂啊。老太太这模样可是将周桂兰给逗乐了。娘，你瞅瞅，在我嫁给他之前，谁不是绕着他走啊？也就我能嫁给他，你们跟他相处了之后才觉得他不错。你是不是傻啦？没瞅出来长林自打和你成亲了，脾气好成啥样了？你瞅瞅他身上哪儿还有那害人的气势？你家长林不害人了，长得又好又有能耐，就是成亲了也招人，你可不能犯糊涂啊，男人就得抓紧啦。娘，咱们晚上包饺子吃吧。啥？哎呀，你个败家娘们儿，这些日子吃了多少好东西了，这会儿还吃饺子，你咋的也不晓得节省点过日子呀。再说了，今儿个可是屋子建成的大好日子，咋的也不能吃得太差了。你想吃啥饺子？我屋子后头还有韭菜，那就吃韭菜肉饺子吧。周桂兰说着就自个儿下了决定，也不理会跳脚的老太太，拿了剪刀就径直去了屋子后头，打开门进了菜地，捡了一把韭菜，站起身就看着自个儿菜地，简直就是郁郁葱葱。一垄白萝卜，一垄大白菜，还有一垄韭菜，这些菜籽都是从老太太这儿得来的，被她都种活了，还有不少的空地，往后把山里那些甜香草种进来，还能种不少。往后她是要养不少鸡鸭的，到时候就可以直接在菜地里割了，也不耽误功夫。你这死丫头是要割多少韭菜呀？就来了。徐长林在一边砍柴，小奶包迈着小短腿跑过来，手到亲面前。周桂兰包了一个饺子放到小奶包面前，想吃吗？想到之前的饺子，小奶包急忙点头，想吃就要帮娘包饺子，要不咱们就来不及做了。一旁擀面皮的老太太瞥见他那样，一眼打击他，他才多大呀，让他做那不是糟蹋东西。娘，孩子从小就要教着自立自强，要不咋能性子好呢？周桂兰可不怕浪费那点东西，孩子的教育最重要。我可是养了你们4个，你一个没生，还来教训我？教育孩子的事儿可不是生的久了就会的，毕竟这个年代的人生了孩子，只要给孩子饭吃，让他们长大就成了。尤其是这段日子，看到二强家3个孩子之后，他就有了危机感，一定要将自己这宝贝儿子教好。
一旁砍完柴的徐长林将干柴都包了起来，放到灶台旁边，再去洗了手，就回来拿着面皮，看着周桂兰教小奶包的动作，一点点的包饺子。第一个饺子出炉，力气太大，那饺子皮都被他捏破了。你这是包饺子还是压面皮呢？你这孩子咋说话呢？那还不兴人学了？这孩子咋能当着他这个娘的面这么不给自个儿男人脸面？周桂兰吐了下舌头。徐长林坚持不懈，又拿了一个面皮包了那已经破了面皮的饺子。这回他倒是收了力度，将饺子压好了，再次送到周桂兰面前。这回虽然没有饺子褶，但是到底有进步。刚说着，小奶包就举起了自己包的饺子，上面还有饺子褶。虽然不好看，到底是头一回包饺子，这都已经很不错了。徐长林悲愤了，自个儿竟然是被自己儿子碾压了。不错不错，这饺子很不错，小天真聪明。小奶包咧了嘴，露出一口好看的小白牙。徐长林又拿了饺子皮，学着周桂兰的模样捏了一个饺子。这回这饺子倒是有模有样的，看着周桂兰都吃惊了。长林学得快呀，这饺子就是一个巧劲儿，不能太大力。谢谢娘。这么会包饺子，那你就包30个吧。包完有啥奖励？奖励？我都做这么多顿饭，也没见着什么奖励啊。切，这男人还真是会做生意。一旁的小奶包也高兴地拍手，哼，奖励奖励。这小奶包呀，这会儿又站到他爹那边去了。奖励你们把你们包的饺子全都吃光，这个可以吧？徐长林对这个答案可是不满意。要是亲他一口那就好了，要是陪他睡觉那就更好不过了。等岳母走了，今晚无论如何也要睡到他媳妇儿，这是男人的誓言。老太太看了心疼，舍不得吃，盛了10个饺子，就说自个儿吃饱了。周桂兰又强行给他盛了10个饺子，逼着他不吃下去就都丢了。老太太骂着他败家娘们儿，但是还是把碗里的饺子都吃光了。娘，你就带50个饺子给大伯家吧，我瞅着还剩些肉，你拿点装好了之后一块送过去。毕竟周大山他们这回事情还是帮了大忙的，送点东西也是应该的。又拿了些肉切成了3段，剩下2段都放在篮子里。妹子你干啥呢？家里有吃的。他这妹子刚刚建造了房子，家里的银子都花光了，咋的也不能拿他东西了。这不是家里有吗？你们就拿着呗，也给大海哥你补补身子，这段日子养养身子，过年就说个媳妇儿。就这么一句普通的话，竟然是让周大海一个男人脸红了。说啥呢？还笑话你哥了？嘿，哥，你喜欢啥样的？我帮你物色。到底还是纯情的小伙子，被周桂兰这么一调戏，脸更红了。咋还拿哥打趣？你这样，我要让长林管管你了。他不会的，对吧？哎呀，行了，少整这些没用的，你就赶紧把你这日子过好，帮衬帮衬你大哥。我们回去了。看着他逃跑的背影，周桂兰忍不住偷笑。徐天，你已经3岁了。小奶包下意识点了点头。你已经长大了。小奶包再次点点头，他已经长大了。那是不是该自个儿睡了？被自个儿爹这么郑重地盯着，他的心直打鼓，继续点头。得到了自己儿子的同意，徐长林立刻迫不及待地走到隔壁专门为儿子修好的房间里，将被褥铺在新砌的炕上，再帮着小奶包躺下睡觉。不明所以的小奶包乖乖闭上了眼睛。徐长林将被子盖在他身上，就急匆匆地回了自个儿的屋子，等着自个儿的小媳妇儿。小奶包被忽悠着一直闭着双眼，等着自个儿爹娘过来睡觉。刚一进去，就见徐长林已经铺开了被褥，身上也只穿了里衣，坐在炕上就看着他，那眼光紧紧地盯着他。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他竟然看到他眼睛里的绿光了。周桂兰不是小孩子，当然明白男人这个眼神是什么意思。小天呢？在被屋睡着了。徐长林说着，人就站了起来，往周桂兰这边走了过来。两人距离越来越近，周桂兰忍不住往后退，后背就已经抵在门板后头了，而徐长林整个人都靠近了，近的2个人的呼吸都能听到。徐长林低头，就看到周桂兰那湿漉漉的头顶，还有身上似有若无的处子的清香。媳妇儿，气息都变得粗重了。周桂兰的小心脏也是扑通扑通直跳，整个脸都红得像煮熟的虾子。前世她活到25岁都没谈过朋友，也从来都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。这会儿明明知道要发生什么，可还是不知所措。怎么办啊？要就这么睡了徐长林吗？我们是夫妻，这个事情好像是应该的，而且徐长林也是个好人，
也做好了以后跟他一起生活的准备了。空气好似温度都高了几度，他感觉徐长林呼出的气都热了几分。他可那手碰到徐长林的胸口，那灼热的温度吓得他手就要缩回来。刚想有动作，徐长林一把抓住他的手腕，压在了他的胸口。你！周桂兰刚开口，手就被徐长林扒开，五指张开贴在他的胸口，那手感好的让他心直抽抽。徐长林抓着他的手，带着他一路往下，经过胸肌，经过腹肌，一点点往下，胸肌、腹肌、马甲线，没有肉，全部都是肌肉。哪怕是没有看到，他眼前都已经呈现出他完美的身材了。天哪，这男人的身材怎么能这么好啊？我感觉我已经快无法呼吸了。媳妇儿，喜欢吗？周桂兰的心差点停止跳动，明白他的意思，他的耳根都红了。哎呀，不行了不行了，简直被他撩得一身火。周桂兰的心里慌得不行啊，这个古人竟然将他撩拨成这个模样，这怎么对得起他前世看过的那么多小黄文和 A 片呢？想到这里，他一咬牙，心中下了决定，踮起脚尖，另外一只手搭在他肩膀上，一个使力，抬头，小小的牙轻轻咬了一口，快速离开，站定，仰着头，媚眼如丝。喜欢吗？他再也忍不住，一把抱住周桂兰的腰，将她提起来，紧紧地压在门板上，低头，双唇狠狠地压在小媳妇儿的唇上。男人的唇压下来，柔软的感觉让他一愣，他被男人吻的一丝力气也提不起来，只能任由他一处处点燃他身上的火。他的手往下滑，到他的衣带，下一刻只要用力一拉就能解开。他的脑子整个混沌的，任由男人带着他一点点引领着他往前冲。咚咚咚，什么声音？周桂兰脑子里有了一丝丝清明，可是那个男人完全不给她喘息的机会，吻的力度更是重了几分。刚刚的一丝清明再次褪去。娘！小奶包带着哭腔的声音在门后响了起来，打破了一世上升的悬溺。外头的小奶包眼睛里的泪珠子已经快掉下来了。刚刚他一直闭着眼睛在屋子里等着，他听到爹娘屋子里有声音，却不让他进屋子了。爹娘不要我了吗？想到自个儿爹之前说的话，他就更害怕了。徐长林恨不得将这儿子送人，暗自磨牙，身子还被周桂兰往后推。小天都哭了，你赶紧让开。随着小媳妇儿的力度，他往后退了一步，打开门就将小奶包抱进怀里。没事啊，小天不怕，娘在这儿呢，娘陪你睡啊。跟爹一起睡。那个男人太危险了，现在跟他分开睡比较好，要不啊他得更难受。爹！小奶包看着还铁青着脸站在南屋的徐长林，这是缺乏安全感了。最后没法子，还是转身又回了南屋，再次躺到了娘的旁边，双手抓着自己娘的大手，头缩在娘的身边，安安静静的躺下，闭上了双眼。屋子里的徐长林只觉得自己浑身要炸了，瞪大双眼看着原本应该在自己怀里的小媳妇儿，这会儿正抱着他的儿子。来歇息吧。徐长林抿了唇，拳头松了又紧，最后只能丢下一句：我去洗澡了。真是可怜的，不过这日子还长，以后慢慢来，不着急。那只空着的手摸上自己的唇，现在好似还残留了他的温度。他的身材是真好，比前世那些男模特还好。想着想着，他的脸越来越红。哎呀，太邪恶了！哎呀，睡觉睡觉，旁边睡着单纯的小天使呢，我竟然想这些。徐长林走出新屋子，到水缸旁边，往水桶里舀了一桶水，举起来就从头上淋了下去。冰凉的水稍稍浇灭了一些身上的火，可还是难受得紧。想到刚刚周桂兰那娇俏的模样，他身上的火气烧得更是旺了几分。不行，明儿个就把徐天送到丈母娘家，他都3岁了，也该学会自己睡了。这天晚上，周桂兰竟然在梦里梦见了徐长林，两个人亲了一晚上。等他醒过来，意识到自己做的梦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哎呀妈呀，我这是思春了吗？再看了眼还睡着的小奶包，他一阵心虚，急忙爬了起来。等他出来，就已经没看到徐长林了，看来又去打猎了。周桂兰跑去喂了鸡，将羊牵出来，看了眼鹌鹑窝，发现又下了好几个蛋。捡了蛋，他就跑到北屋，将那些破棉被都收起来，将鹌鹑蛋放在上面，再去拿了家里所有的鸡蛋和鹌鹑蛋都放在炕上，拿了柴火就开始烧炕。以前没有炕，
又不在季节，他一直没法好好开展他的养殖计划。现在就好了，蛋可以自己孵啊，他的养殖大业就要正式开始了。收拾了一家3口的衣裳放在木盆里，就去了池塘。这会儿水塘里已经有了2个女人在洗衣裳，见他过去又停了话头。翠花婶子、海霞嫂子都在呢。翠花是个急性子的，也藏不住事儿。桂兰呐，你家新屋子建成了啊？昨儿刚造起来的。听说你家是找了隔壁村子的人建房子，还一天给10个铜板的。是啊，咱们村喊不到人，就去邻村喊人了。王翠花心中一惊，你咋把这好事让给别的村子呀？你福田叔不是在家闲着的吗？咋就不喊他一句啊？一天10个铜板呢，够买好几斤盐罢了。听说吃的还挺好，还能往家拿白面馒头的。旁边的胡海霞也是不高兴了。桂兰呐，不是嫂子说你，咱们毕竟是一个村的，你咋的也不喊一句呢？他们这几日听了不少传言，都说的这事儿。起先他们还不信，可这么多天了，一直传着。今儿个听周桂兰这么一说，他们这心里啊，跟有爪子挠似的。哎，我哥不是去你们家喊人了吗？后来你们家的没来，我还想着你们许是都有大事在忙着呢，咋的？都在家闲着呢？他大哥可是走遍了村子，喊了不少人，答应来的人里就有这2家的男人，可惜到后来都没来。这会儿再这么逼问他，是不是有些过了呢？那你也没说要给工钱呢。这话一出，胡海霞脸色就更不好看了，心中暗暗骂王翠花是个傻子。这个傻子咋说话的呀？周桂兰都要笑出来了。这人不是个傻子吧？既然这么说，这不是让他和他家男人没脸吗？还让别家放了他鸽子的人家都丢脸了。看着聪明的海霞嫂子呀，脸色都变了。哎，这事儿闹的，我也不知道翠花婶子怎么想的，这不是让邻村把钱挣了吗？周桂兰还一脸惋惜，她就是要让这些放鸽子的人后悔。哼，后悔去吧。他记忆中这几家之前有事，他哥可都是去帮忙了的，都怪那些乱嚼舌根子的。想到之前的事情，王翠花就恨得咬牙切齿道。一旁的胡海霞也是忍不住应了一句，要绞了那些人的舌头。周桂兰一听，立刻就长了心眼。哟，这事儿还有内幕呢。哎，咋说啊？胡海霞再次闭嘴了，可脸色还是难看得紧。王翠花可不像她那么能藏得住事儿，当即就开口了。我男人当天都答应大海了，想着第2天一大早就去帮忙的，晚上一块儿啊去咱们家的大榕树下唠嗑呢。哪曾想啊，大家都说呀，你男人造房子的是脏银子，说是你男人杀了人抢了银子才来咱们山上的。啥人说的？大伙儿都在说，好像是说有人在山上认出你男人就是杀人犯。周桂兰心里是真的不痛快了。虽说一开始见徐长林的时候，他身上是真的有股杀气，吓人的很。可相处下来，他能看出来，徐长林虽然说往日里沉默寡言，可性格还是很好的。这样的人又怎么会是杀人犯呢？哎呀，你男人是吓人的紧呐，我们还怕你被他打死呢，谁敢招惹呀？徐长林这么好，到底是谁在背后编排他？桂兰呐，你知道不？你也是被大家在背后骂呢。胡海霞这会儿也不避讳啥了，对周桂兰道：还能编排他？除了陈有栓的事儿，他可没干什么出格的事情了。咋编排我了？王翠花好似怕被胡海霞抢了话头，急忙道：住在陈有栓隔壁的几家去看了陈有栓，说是他屋子里呀一阵阵烂肉的味儿，难闻得紧，说是他子孙根都烂了。陈有栓对外说呀，是你勾引他，你男人回来你怕被抓，就把他子孙根给打了。周桂兰真不知道自个儿该摆什么样的表情。就陈有栓那样的，他能去勾引他？这老男人是真不要脸呢，啥话都敢说。你们该不会信吧？周桂兰紧盯着2个女人，就见2个女人心虚的移开了目光。知晓你人品的我们定然是不信的呀，可是大伙儿都在说。就是啊，他们说的跟真的似的。我是听说呀，有人看到你在苞米地里摸了陈有栓的手，他才去你家提亲的。这个时代流言可是害死人的，这事儿极有可能就是不要脸的陈家放出来的。还有吗？听说呀，你早就跟老陈家的睡了，这后来又被徐长林给强了，你怕徐长林，这才跟了徐长林。婶子，别说我们家长林有能耐，打猎能挣钱，就是他没能耐，他不比陈有栓强。王翠花不敢应这话了，咋说他还是怕徐长林的。有人看到了就让他站出来跟我对峙，还说的有鼻子有眼的，要我男的真是杀人犯，这会儿就早该把那个编排的人杀了，真是人善被人欺。说他其他的也就算了，哪怕说他心肠歹毒呢，可将他跟陈有栓扯在一块儿，让他想想就恶寒。哎呀，你这话说的，这都是闲话，莫要当真了。
胡海霞急忙安抚周桂兰，这事儿呢，说大不大，说小也不小，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，就得怪那编排的人。这话呀，啥都让他们说了，要不是他们，我们能不去帮你造房子？哎呀，之前的事儿咱就不说了，我之前也是误会翠花嫂子和海霞嫂子，就是这房子建起来之后，往后也没有这种花钱干活的事儿了。哎，这话又往这2个女人心上插了一刀，让他们一肚子气。接下来的周桂兰又和他们闲聊了一会儿，又哭诉了一番现在家里穷成啥样了，还从娘家里借了钱才将这房子造起来的。不久后，村子里又有了传言，说是这周桂兰和徐长林打肿脸充胖子，穷成那个鬼样子了，还借钱造房子，给人开工钱吃那么好，现在一家子都活不下去了。将衣服都晒好之后，就看到小奶包已经在自个儿吃粥了。他又回到炕上摸了一把温度，发现炕的温度又降下去，这木柴烧得太快了，很不好控制温度，要是有炭就好了，烧得久，温度也稳定。他是没钱买炭的，但是可以自个儿做呀，要是真的试验出来了，那往后到了冬天不还能拿去卖吗？越想越觉得这是一条路子。出门去挤牛奶，弄完了之后又去煮双皮奶了。娘要做好吃的吗？娘给你做双皮奶好不好？一听说有双皮奶吃，小奶包连连点头。好。隔得近了，小奶包看到周桂兰嘴角边有一处红肿，被爹打了吗？周桂兰脸发热，这咋回答呀？难不成告诉他这不是被打了，这是夫妻间的正常活动？想着，脑子里就不自觉地浮现出了昨晚徐长林的样子，脸上更是红了。小奶包伸手就是摸娘的脸，发现娘的脸热热的。小奶包拉着周桂兰就到了床边，要她躺下，小小的手用着小小的力道将她往床上压。周桂兰无法，只能顺着她的力道躺了下来，随即就看到她拉了被子给周桂兰盖上，这才从炕上爬了下来，就往厨房跑。周桂兰偷偷跟在他身后，怕被他看到，急忙跑回床上继续躺着。那水都已经泼了一半了，他爬上炕时碗里的水又泼了不少，这才将碗凑到周桂兰嘴里。这是以为我生病了？哎呀，这儿子太贴心了。周桂兰简直是要感动哭了。不过为了避免再喝冷水，她急忙对小奶包说：娘好了。小奶包睁着一双大眼睛，仔细地打量自己娘，发现她脸不红了，这才信了。周桂兰坐起身，急忙又去添柴火。为了孵蛋啊，简直就是操碎了心呐！弄好这些，就背起了背篓，带着小奶包一起出去找甜香草。这回他都是挖了根，放进背篓里，准备拿到屋子后头的菜地里种好。直到中午，徐长林还是没回来。周桂兰皱了皱眉头，难不成他又跑进林子深处了？正琢磨着呢，有个人影从林子里走出来，他正高兴，带着小奶包就迎了上去。走近了才发现是他的三婶张小菊。周家有3个兄弟，周大山、周二山，还有一个就是周小山。可周小山是成亲没多久人就去了，也没留下个一儿半女的。这张小菊年纪轻轻就守寡，原来是三婶啊。张小菊手里还挎着篮子，这些日子你在造屋子，三婶是个没本事的，也帮不上忙，就没过来。今儿个啊，过来瞅瞅。周桂兰顺手接过篮子，眸子一瞥，就见里头都是鸡蛋，少说呀也有20来个。这张小菊一个女人过日子也不容易，往日里也不能自个儿种地，就自个儿在家里绣了帕子，拿到镇子上卖，换了银钱买些粮食吃，再靠着2家帮衬着，日子也算是能过得下去。周桂兰将张小菊带去自个儿的屋子里，带着她转了转，就在南屋的炕上坐下了。张小菊坐下，倒是大大方方的，也没有什么拘束，摸着炕上的被子问周桂兰：这棉被都是新的？我娘帮我做的，棉花是我的嫁妆。真好，你娘对你真是有心了。三婶往日啊都在自个儿屋子里不出门，连你成亲都是最近才知晓的。哎呀，是我这个三婶不对。说着，他就拿了个帕子出来，递到周桂兰面前。别嫌弃，婶子呀就这么点东西能拿出手了。这帕子好看呢，婶子你说笑了，我喜欢这帕子。再抬头就发觉自己这个婶子还是皱着眉头，好似有化不开的愁丝一般。你喜欢就成。对了，怎么没瞅见你男人呢？
哦，他去打猎了，也不晓得中午回不回来吃饭。婶子，你还没吃饭吧？留下来吃个午饭吧。周桂兰也不知道说啥，趁着这个话头，急忙站起来就要往厨房去。哎呀，跟着三婶子说话，我都要憋死了。你娘疼你不？小奶包有些怕生，但知道这人是娘的亲戚，还是怯生生的点了点头。那你爹疼你娘不？小奶包不太明白眼前这大人的意思，眨巴着眼睛盯着他。张小菊再次皱了皱眉头，这孩子太小了，连话都说不明白。看了眼门口，见周桂兰没有过来，他抓住小奶包的胳膊，偷偷下了大力气。小奶包吃痛，刚想跑，可力气根本就不能和张小菊比。刚想开口喊人，就看见他眼里的凶狠。别喊，要不我带走你娘！小奶包害怕，不敢再吭声。你家钱归谁管？小奶包哭唧唧地看着他，就是不吭声。张小菊烦了，你哑巴啦！被吓到的小奶包憋着嘴，小小的身子被张小菊拉扯着，想哭又不敢哭。见问不出什么，张小菊也懒得问了。这新屋子倒是简单，就是一个炕，还有一个破木箱子。他走过去，打开木箱子，翻找了几下，就几件破衣服，他也没了兴致，再坐到了炕上。就这么一堆破烂，穷死了。将篮子拿出来放到一边，等面条煮的差不多了，就将那3个鸡蛋敲碎蛋壳丢了，煮了3个水煮蛋，这才用3个木碗盛起来，回到屋子里喊2个人吃饭。一进屋子，小奶包就跑过来抱住他的腿，头埋着都不抬起来，而张小菊还是像他走之前一般坐在床上，好似一直都没起身。这是咋了？感受到小奶包的颤抖，忍不住问道。张小菊叹了口气，满脸愁容。都怪我看到孩子就喜欢得起，就问问他愿不愿意当我儿子，这就将他吓到了。村子里人经常这么逗孩子，倒是没啥，而且张小菊守寡快20年，也没孩子，遇到孩子喜欢得紧也是常理之中的事情。周桂兰也没放在心上，抬头就喊了张小菊去吃饭，她没法子，只能抱起小奶包去了厨房。张小菊看到自个儿碗里的鸡蛋和手擀面都吃惊了。桂兰呐，咋浪费这鸡蛋和白面了？我随意吃点就成，这白面可是难得的，她都好几年没吃手擀面了。三婶儿，你头一回来，咋的我也得让你吃顿饱饭吧，快吃吧，要不一会儿凉了就不好吃了。哎，要是你小叔还在，我日子也能过得好些。张小菊说着，眼眶就红了。周桂兰真是觉着浑身不得劲儿，这样的人简直就是林黛玉呀。一顿饭吃得寂静无声，等他挎着空篮子走了，周桂兰才松了口气。哎呀，太压抑了，这三婶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消极能量，憋得我都要喘不过气了。还是老太太好。这边张菊花下了山，就进了一个破棚子，里面的周秋香看到他过来，急忙迎上去。咋样？那神情和语气都颇为迫切。那娃娃太小了，啥也不懂。张小菊只能摇了摇头，自个儿一无所获，还搭进去了20个鸡蛋，不过吃了一顿白面还是不错的。你有啥用啊？周秋香气着了，语气都是埋怨。这也不能怪我呀，咋的也不能让他看出来啥，我这也就能自个儿翻找。要我说呀，你干啥和一个已经嫁人的姑娘对着干呢？还是好好想想自己该咋个嫁个好人家吧。我就是看不惯他的样子。至于他心里的想法，那是半点也不能和张小菊说的，不就是嫁了个猎户啊，往后跟你那是不能比的。你好好琢磨嫁到镇上，往后也带三婶过过好日子。我不管，你得帮我把周桂兰搞臭了，可不能把长林哥拉下水。下回要是这么污蔑长林哥，你自个儿做的好事也别想瞒着了。说着，周秋香就走了。张小菊冷哼一声，就坐到了破棚子里。不就是这死丫头让她造谣，让别人不去帮周桂兰盖房子的，咋这会儿还怪到她的头上了？等瞧不见周秋香的背影，她才站起身往山下走去，完全没了之前在周桂兰面前的哀愁与柔弱。周桂兰吃完饭就带着小奶包睡觉了。一觉醒来，徐长林还没回来。周桂兰心中挂念着，咋的都觉得应该自己和徐长林好好谈谈，这林子里多危险，也不能总是待在林子里不回来歇着。下午给菜地里浇了水，拿了家里剩余的手擀面，带着小奶包去了村长王友根家。一进院子，迎上的就是秀莲婶子。秀莲婶子在家呢。秀莲婶子瞅他一眼，语气也有些不耐烦。啥事儿啊？他男人是村长，整日里就是被村子里的人找，都是麻烦啊。没什么事儿，就是家里造新房子剩了些白面，我做了些手擀面，就送给婶子和有根叔尝尝。说着就将篮子递到秀莲婶子面前。一听说是送东西的，秀莲婶子笑眯了眼，伸手去接那篮子。哎呀，
你们也是不容易，咋的还这么客气啊？这家里有就给婶子送些，要是没有的光景啊，我们也是没法子呢。这可是村长家，他态度还是要好一些。想想上回要不是村长，他还不知晓得被陈有栓和钱大丫闹腾多久呢。所以呢，一方面是为了感谢村长，另一方面就是跟村子里最有权势的人搞好关系，这总是好的。你和你那口子是个有本事的，这么快就盖起新房子。你有根叔前几天还夸你来着，没成想啊，你今儿个就来了。你等着啊，我这就把篮子替给你。周桂兰倒是对这话没什么感觉，只要偶尔送些东西，这秀莲婶子就跟她关系铁。没过多久，秀莲婶子就提着空篮子回来，还给周桂兰了。秀莲婶子还不知从哪儿摸出了一颗糖给小奶包，小奶包仰着头看着周桂兰，秀莲奶给的，你就接着吧。娘开口了，小奶包才怯生生的接了，还轻轻的说了一句：“谢谢秀莲奶。”哎呦，你这孩子教得好呀！秀莲看着喜欢，伸手就摸了一把小奶包的头。之前还没看出啥，这会儿才发觉这娃娃浑身上下都干净着呢，跟村子里的一样的。他还小，也不懂啥，就是听话，我和他爹说啥他都听着，这也就够了。还是你们两口子会来事儿。秀莲说着说着就想到自个儿灶台上的那手擀面，态度也是亲善的不行。周桂兰笑着应了两句，带着小奶包又回到了山上，在菜地里收拾一番，这天儿也暗下来了。徐长林可算是回来了，这回他回来还带回来了一只狍子。你是不是又进森林子了？徐长林手上动作一顿，下回在周遭打打猎就成，别进森林子，要是再碰到熊瞎子咋整啊？到底是他现在的男人，他还是心疼的。这男人是一点也不顾着自己个儿，整日里天没亮他就出去了，还得把早饭做了。这房子也是他蹲守出来的，他对这个家真的是尽心尽力，也太辛苦了。徐长林心里暖乎乎的，难得勾了嘴角，露出一抹笑意。没事儿，我会护着自个儿的，一两只熊瞎子不怕。我不管啊，你天亮才能出去，早饭我来做，你做的太难吃了。还有啊，一日3顿饭要回来吃，明儿个我要和你去镇子上卖狍子，顺带买些东西回来。周桂兰可不管那些，既然他说家里他做主，那他啥时候去干活也要他说了算。这霸道的小媳妇儿让徐长林心里暖了几分，他这回可是笑出了声，那低沉的笑声撩拨的周桂兰小心肝扑通扑通跳得欢腾。哎呀，这男人也太撩人了，我这个牲口完全没有抵抗力啊。等他的养殖场都弄起来，往后他们日子红火了，跟着男人好好过日子，那不是美滋滋。周桂兰越想越兴奋，眼睛都在发光。正想着，男人越过洗脸盆靠近了一步，两只手抓住周桂兰的两只胳膊，语气带了一丝撩拨。媳妇儿。周桂兰抬起头，就对上他放光的双眼。哎呀，这个男人简直就是欲求不满呐！感受到他浑身散发的荷尔蒙，小手就顺势放在他的腰上。咋的，想亲就亲呗。要是他还不动手，他就要先亲上去了。这可是男神呢，他亲了他，岂不是他赚了？要是睡了他，那更是赚得不行了。媳妇儿，我一定让你过上吃喝不愁的好日子。这大概就是山里汉子能说出的最浪漫的话了。周桂兰心里甜滋滋的，踮起脚尖就要亲他，裤子被人扯着，她一低头就看见小奶包扯着她的衣裳，一双纯真的眼睛正看着她。娘在干啥？这咋说啊？难不成是在说在做少儿不宜的事儿？周桂兰后背的汗都出来了，心虚的不行，咋感觉她这会儿在偷人？她啥都没干，不就想和自己男人亲一下？第二天一早，周桂兰醒来时，发觉徐长林今儿个竟然还躺在床上，就着朦胧的光，她打量着这个男人，发觉他的五官生的是真的好，五官立体，鼻子高挺，唇也好看，只是常年风吹日晒的，导致皮肤偏黑，但是这也显得整个人更加利落能干。这男人是他的了，他赚到了呢。正想着，徐长林睁开双眼，两个人四目相对。咋？徐长林明显是愣了一下，随即也露出一抹笑意。早。这一笑可是晃了周桂兰的眼。徐长林，你笑起来真好看，以后要多笑。起来吧，一会儿就去镇上。徐长林就起身往外走。周桂兰有些莫名，他刚才好像也没说错啥呀，这男人咋的了？起身的徐长林倒了一盆水，将自己洗干净之后，看着水里自己的影子，或许他是该好好过日子了。周桂兰穿戴好了才出来，
就见到徐长林已经在劈柴了。他打眼看过去，就见他衣服右边肩膀有个破洞。看来是要再给他做件衣裳了。想着，他提了桶，快步走到水井边。我来。一桶水我还是提得起的，就让我自己来吧。不过一直都是徐长林打水，今儿个他想自己动手。这不是你该干的活。徐长林，谁嫁给你都舒服了。这话带着一丝试探，徐长林倒是没听出啥，只嗯了一声。这些不该自己这个小媳妇干的活就不能让他干，累着了咋整？这意思是他对小奶包的娘也是这么好，或者他要是娶了其他女人，也会对其他女人这么好吗？周桂兰想着，心中就有些泛酸。咋说呢？就是看着徐长林是在对媳妇儿好，不是单单对他周桂兰好呢。想着，他撇了嘴，心里不是滋味。正琢磨着，就听到周秋香的声音了：“长林哥，你起得这么早啊？”秋香今儿个是穿了新衣裳啦。周秋香讨厌地瞪了周桂兰一眼，今儿个她可是把自己最好看的衣裳拿出来了，就是为了穿给长林哥看的。长林哥还没开口呢，周桂兰就先把话说了。她只觉得周桂兰是真多余。她说错啥了吗？咋的感觉周秋香想弄死她？是啊，长林哥，好看不？周秋香提起自己个儿的裙角，笑得羞涩，可那话里的意思就是跟徐长林说：“快来夸我。”徐长林仔细看着眼前的裙子，点了下头。这裙子是挺好看的，想到自个小媳妇儿只有2身换洗的棉布衣裳，咋的就觉得还是应该给自个儿小媳妇儿置办一身。好看。被夸赞好看的周秋香觉得自己个儿都要飘起来了。长林哥果然是喜欢她的，这干巴巴黄邦邦的周桂兰拿啥跟她比啊？那是我好看还是桂兰姐好看？周桂兰的脸色黑了几个度，这个小丫头是不是太过分了？徐长林再次倒了一桶水到水缸里，这会儿倒是装作听不到了。长林哥，是我好看还是桂兰姐好看啊？在你未来男人眼里，那当然是你最好看的。换而言之，在他男人眼里，当然是他这个媳妇最好看了。一旁的徐长林附和的点了下头，应了声。这话可是把周秋香气着了。他为了能见到长林哥，可是一大早就起床打扮了，这会儿就被说了这个，他哪能服气？我问长林哥呢，有你什么事儿啊？你是怕长林哥说我比你好看吧？哎，好看不好看无所谓了，所以我都嫁给长林了。不过呀，你这么说，我也觉得我该好好养养了，到时候也给我男人看。今儿个被他这么一闹腾，倒是给周桂兰提个醒。男人呢，始终是看脸的，他得好好倒腾倒腾自己的脸了。就是成亲了还能和离呢？你不也是长林哥的第2个媳妇吗？一旁的徐长林眉头皱了起来，放下了手里的桶。你有啥事儿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来瞅瞅你。一会儿我们要去镇上，你没事先回去吧。周秋香可是没听出来这徐长林这是赶他走，耳朵上只听到他要去镇上。正巧我也要去镇上，长林哥，我们一起去吧。说着，周秋香就要往徐长林身边跑，还想去抱徐长林的胳膊。徐长林往旁边侧了一下，避开了周秋香。周秋香扑了个空，定定地看着徐长林，有些回不过神来。周秋香受到沉重的打击，只觉得心都要碎了。长林哥咋会这么对他？不可能的，长林哥那么喜欢他啊！对了，一定是因为周桂兰，善良的长林哥不想伤害他，所以才避开自个儿。而且她又是村里最好看的姑娘，长林哥肯定是觉得自个儿配不上她。想到这儿，周秋香总算是心里舒坦了，只是这会儿却是委委屈屈的。周桂兰也懒得搭理周秋香，拿了白面出来，就在锅里烙饼。徐长林坐在院子里用树藤搓绳子，周秋香就自己个儿端了个小板凳，在他旁边坐着，委屈的眼眶都红了。长林哥，你干啥不理我啊？没有。徐长林回答的干净又利索。长林哥，一会儿带我去镇上吧，我可想去镇上了，你就答应我吧。那语气尾音拖得极长，全是撒娇，听得厨房里的周桂兰浑身鸡皮疙瘩都竖了起来。哎呀，这个周秋香还真是……哎，算了，还是赶紧烙饼吧，一会儿就晚了。你让娘带你去，我们是去干活的。这话已经是明显的拒绝了，可是周秋香听在心里却是甜丝丝的。这是长林哥想让他好好玩呢，完全不想让他累着。我不怕，只要我能跟长林哥一起，我什么都不怕。周桂兰已经听不下去了，快速将自己个手里的饼子烙好，就对着堂屋的男人喊了一句：“当家的，吃早饭了。”
一进厨房就见着周桂兰已经烙好2张饼，她也不管不顾，伸手就拿了其中1张饼子就往嘴里塞。多烙几个，一会儿我带给我爹娘吃。她是怎么办到一边来抢她男人，一边指使他干活的？不好意思啊，白面已经没了，这是我们的早饭，你吃了1块也就算了，我们还得干活，可不能饿肚子。赶紧吃了，要不就被人抢光了。周桂兰，你这啥意思啊？没啥意思呀。我爹给了你多少粮食，你这会儿连几块饼子都舍不得给我们家，没良心，过河拆桥。哦，你爹给我吃是你爹人好，关你啥事儿？我是我爹闺女，所以呢，你该让着我，这是你欠我爹的。我就是欠你爹的，关你啥事儿啊？我为啥要让着你啊？我吃了1粒你种的粮食，你凭啥要求我呀？你除了是你爹闺女，你还有啥？对这个周秋香，周桂兰是一点好印象都没有。一个被宠坏的丫头，还敢跑过来跟她叫嚣。以前她让着她是给大伯面子，可是也不能太过分了，谁还没点脾气了？你这个忘恩负义的！行了，别吃着我的饼子骂我，你自个儿良心也不痛，赶紧回去，正忙着呢。他委委屈屈地看向徐长林，想让徐长林帮他，可是徐长林竟然都不看他一眼，正低头吃着饼子。他再也忍不住，泪珠子从眼睛里涌出来，哭诉着：你们都欺负我，都欺负我，我不会让你们好过的，你们给我等着。等徐长林吃完之后，他就将烙好的饼子递过去。徐长林接过饼子，嘴里说了一句：你能耐。那是，总不能让人欺负到头上吧？他可不是个好欺负的人，可不会因为周秋香是他大伯的女儿就憋屈自个儿。他分得很清楚，徐长林只觉得自己这个小媳妇厉害，比他还厉害。往后啊，一定不能和小媳妇吵架，他吵不过小媳妇。2个人吃饱了，又烙了不少饼子，再让徐长林扛着袍子，他背着还在睡的小奶包回到大石村，将孩子送到老太太那儿，还将饼子给了老太太，顺嘴就让老太太别拿给大伯和三婶家。老太太这会儿有啥话也不能耽误他们去镇上，只能压下话头，等着他们回来再问。老码头已经将牛车套好，就带着几个人一块儿去镇上。这车里呢，就正巧有翠花婶子和海霞嫂。翠花看着马车中间的袍子，脸上都是酸气。哎呀，还是你们家光景好啊，这就又要卖钱了。她这话一出，车里其他人也看了过来。这要是说不好啊，就得遭人记恨了。哎呀，哪儿就光景好了？折腾这么久才造了个小房子，连翠花婶子家一半都不到。造了房子呀，那就是一屁股债了。我们当家的也没办法，为了打猎都去深山里了，遇着熊瞎子差点回不来，这才弄了个袍子，好歹卖了钱能还点账啊。那些人听说遇着熊瞎子，刚刚涌起的小心思也都没了。哎呀，谁家不是这么过来的？你也慢慢来，别着急。海霞嫂子也是急忙安抚了一句：嫂子说的是，我和长林也是这么说的，可眼瞅着就要入冬了，我们一家子连冬衣都没的，这到冬天可是要冷死人了，可真愁人呢。徐长林瞅着自个儿媳妇儿睁眼说瞎话，就是他都差点信了。哎呀，我说桂兰呐，你这也有新屋子了，账慢慢还呗，咋的也不能着急不是？是婶子说错话了，你别怪婶子啊。你先坐会儿，我这就去叫掌柜的。徐长林将扛着的袍子放到地上，周桂兰急忙地拍了拍他的后背，那后背上全都是灰。我想着呀，以后不能让你这么背猎物了，要是驼背了咋整啊？没呢，金贵。再难做的事情他都做了，这些太容易了。你不明白，要是你真驼背了就丑了，我看你多不顺眼呢。毕竟你是我男人，你要是变丑了，我不得哭了。周桂兰说着就坐到椅子上。作为一个颜值狗，她可是很看脸的。徐长林听着听着又觉得有些好笑，不过想到自个儿小媳妇儿的各种不同之处，他相信自个儿媳妇说的是真心话。你想想啊，现在咱家已经有了10几只鸡了，再过一阵子那些鸡都能下蛋了，那就是一大笔收入。等来年春天咱们再多养些鸡鸭，再来一些鹅，就吃喝不愁了。以后你就当我跟班，帮着我干活吧。这些事儿他也不是头一回说了，可他就是要一遍遍说，给徐长林洗脑。这个计划得来年开春才能大爆发，这会儿还是小打小闹，所以才让徐长林这么辛苦。徐长林了一声，静静地听着自个儿小媳妇儿说，不知为何他就是相信这个小媳妇儿，哪怕是像别人家一样养鸡养鹅的，他都能养得比别人家好啊！可惜了咱们这大山了。他之前也看过了不少的网络小说，看到很多女主在山里找到珍宝拿出来卖，很快就发家致富了。慢慢来，
难得的，徐长林说了一句安抚的话，周桂兰应了一声，等了好一会儿，那白逸轩都没有过来，而厨房的厨子却是快步出来了，拿着菜刀就要往前赶。咋回事？有人要拆我们的牌匾，说是我们做的饭菜不好吃。快去瞅瞅！周桂兰兴奋地跳了起来，拉着徐长林就要往外跑。这种事儿呢，是最适合了解这个时代行情的了，不能错过。这小媳妇儿咋这么喜欢凑热闹呢？容易出事儿的呀！周桂兰可不管这些，她现在就想知道这个时代的酒楼情况。就是原主也一直在吃不饱饭的大石村待着，压根儿就没吃过美食，所以她脑子里一直都没有印象。两人跟着厨子到了酒楼，快步进了一个包厢。他们站在门口，就瞧见白逸轩站在包厢中间，跟那一桌子人抱拳说话。几位客人，我们做生意讲究和气生财，若是对这汤不满意，我可以让厨子再为几位重做，或者免了几位的菜钱，如何？难吃就是难吃，重做也是难吃。今儿个我们就要把你这牌匾给摘了，我看谁敢！哎呦，做的难吃还不准说了。这些人摆明是来找麻烦的，哪有因为人家做的不好吃要拆人家招牌的？退下！白逸轩转头看向那厨子，厉声道。那厨子不满，可东家都开口了，他只能后退。咋的？掌柜的是要给我们赔礼道歉呢？另外一个肥头大耳的男人站起来嘲讽道：去官府报案。那厨子一听，转头就朝着外头跑。包厢里找麻烦的人脸色大变，那尖嘴猴腮的人急忙跳起来大吼：你们天香楼没种，还用这种手段？既然你们想要得到一个说法，那就让官府介入吧，这也不影响其他客人，或是让人说我们天香楼不懂待客之道。不愧是在酒楼里当了多年掌柜的，这手段简直就不要太强啊！我们走。其中一人一使力，就将那个桌子推翻了，那盘子掉落在地上，发出一阵阵碎裂的声音。姓白的，我记住你了，明儿个我还来。只是下一刻，他就见到白逸轩伸手拦住了他们。麻烦把碗筷、盘子和桌子钱赔了。你白的掌柜不是说不收钱的，反悔了？白逸轩的语气更是冷了几分。我说的是菜钱，可不包括那些摔碎了的碗碟。那肥头大耳的男人又是一阵哄笑，他带上来的10个男人已经慢慢的围了过来，还将门给挡住了。连刚刚想溜出去报案的厨子都被他们盯上了，至于看客们也都被挡在后头，有些人害怕已经走了。你能打过那个肥头大耳的男人吗？在他心里，徐长林可是牛掰哄哄的，之前一脚就将张屠夫踢飞了。话虽然这么问，但他心里早就已经有了判断。没问题。那好，那你就给他们一点教训。自己小媳妇儿开口了，那当然是要照办的。他几个跨步就上前，站在了白逸轩的身后。哟，白大掌柜的，您还真是能耐。我们兄弟吃的不痛快了，就不能发泄发泄？那肥头大耳的男人伸手就要去拍白逸轩的脸，手腕突然被一个人抓住，他侧头看过去，就对上一个皮肤偏黑的男人，正冷冷地看着他。小子，放开大爷，要不大爷就让你好看。那语气里全是威胁，好似下一刻就要咬死徐长林。白逸轩也转头看去，就见是往日给他送野味的猎人，心中一惊。你如何让我好看？这人是个硬茬，他刚刚竟然没有发现他的靠近，可想到今儿个自己赚的银子，他只能硬着头皮冷冷开口。那就看我们兄弟的了。尖嘴猴腮的男人怒喝：放开我大哥！端着一个凳子就往这边冲了过来。小心！不等他喊完，就见徐长林一脚朝着肥头大耳的男人踹去。那肥头大耳的男人也被他踢得撞了出去，在地上滑行了好一段距离。白逸轩眼睛一花，徐长林已经一脚将那朝着他砸去的凳子踢得散了架，而那尖嘴猴腮的人已经被徐长林掐住了脖子。在场众人心中大骇，那些找麻烦的男人不自觉地往后退了几步，警惕地看着徐长林。那尖嘴猴腮的男人呼吸不过来，已经涨红了脸，而那被踢到地上的肥头大耳的男人挣扎了很久都没有爬起来，后背和胸口的疼痛让他整个人都气不顺了，太疼了。白掌柜，这些人如何处置？
呆愣在一旁的白逸轩这才回过神，立刻恢复了自己往常的淡定。就让他们都离开我天香楼，听到了？那尖嘴猴腮的男人艰难地点了一下头，再不点头，自个儿就得被这人掐死了。你呢？那眼神好似带着一股石之般的杀气，让常年在刀尖舔血的男人心中一震。我们这就走。等这些人都走了，围在外头的人鼓起了掌，大喊：好！哎呀，我男人就是这么帅。多谢您出手相助。今儿个要不是有徐长林，他想收场可以，但定然不会是这般轻松。不用客气。说完，他起身就要去找自个儿小媳妇儿。白玉轩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就见到对他们笑眯眯的周桂兰。原来嫂子也在此。喊他嫂子，那就是尊称徐长林为兄了。他立刻对白玉轩的印象好了几分。白掌柜客气了。他回了一句，就抬腿走进屋子里，站到了徐长林的身边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徐长林心里也舒坦，自个儿这小媳妇是关心他呢。打扰各位用餐了，今儿个本店每桌赠送1壶美酒，希望各位吃好喝好。转眼屋子里就只剩下酒楼里的人和周桂兰与徐长林夫妻了。你们各自去厨房，留2个伙计把这包厢收拾好了，再往西厢房送1桌好饭菜来。这人真是能耐，年纪也就20出头，处事老辣，还能将这么大的一个酒楼管理得井井有条，显然不是一般人呢。今日多谢2位相助，我好好请2位吃一顿饭。白掌柜还真是有气度，会做人。那我们也就不再推辞了，毕竟我们这穷人可是没吃过你们这酒楼的饭菜。这话虽然是应承，还毫不掩饰己方的贫困，可是这态度却是不卑不亢，倒是让白逸轩高看了几分。不知长林兄在何处学来这么一身的武艺，竟是将他们打得落花流水。这句话一出，周桂兰也期待地看向徐长林，她也想知道，他男人明显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山里汉子，瞧这气度，简直就是立于人上啊！跟山里猎物学的。哼，这男人也太敦厚了，你这个时候吹吹牛嘛，至少可以让我更崇拜你，不是？不过他也不想让自个儿男人在自个儿不想说的事情上多纠缠，随即就转移了话题。哎，白掌柜，那些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这就是一群小混混，大抵是对面的百味楼派来的。百味楼，周桂兰刚刚过来的时候也瞧见了，好像酒楼是3层的，比白逸轩这酒楼还大。这个您是怎么怀疑到他们身上的，而不是那些小混混来讹您的呢？毕竟这些人从头到尾也没有提到过百味楼，可听白逸轩的意思，他很肯定啊。一般的小混混最多就是吃霸王餐的，遇着硬茬子了也不敢大闹，可是他们摆明了就是过来要摘我的牌匾的，这就跟拆了我的酒楼差不多了。普通混混不会将事儿闹得这般僵。这个月镇上有个镇上第1楼的评选，要比3个菜色，我这边正准备着呢，这就3天2头的有人来闹了，客人都少了。在生意场上，同行就是冤家，这种背后捅刀子的事情也不是不少见，可像他们这般闹腾的也是少见了。这是想让你们做不成生意？如果是比菜式，那这样找人来闹腾也没有什么用啊，还不如去收买厨子，偷了他们的菜方子呢。当然这是他的想法。入门就是营业额，只有营业额达到了，我们才能送厨子去比赛。原来如此。周桂兰嘀咕了一句，如果是这样，那也是最简单的抬高门槛了。那些小的酒楼就这么被排除在比赛外围，他们这些大酒楼才能参加，这样也让这名头有了含金量。伙计送了菜进屋子，白逸轩招呼他们吃。周桂兰看到这菜还真是丰盛，东坡肘子、红烧桂鱼等等，单单看着材料就知道白逸轩是下了大价钱请他们吃这顿饭了。不过今儿个他的目的就是好好尝尝这饭菜，想着伸出筷子就朝着那红烧桂鱼夹去，结果徐长林的筷子比他更快了一步，夹了1筷子鱼肚子的肉就回了碗里。这男人还真会吃啊，这鱼肚子的鱼刺是最少的，而且肉质鲜美。不过到底是自个儿男人，他也不争，再去夹其他部位的肉。刚夹1筷子送到自己碗里，旁边就伸过来一只手将他的碗端走了。夺人口实如同割人肉。周桂兰怒气冲冲地看着抢他碗的徐长林，就见徐长林一本正经地将自个儿的碗放到他面前，随即就拿了筷子挑着他碗里的鱼刺。你干啥？别卡着，
所以这是在给我挑刺？周桂兰感动的不行，如果不是白逸轩在这儿，她一定好好抱他一把。哼，这糙汉子怎么这么贴心呢？周桂兰夹了自己碗里的鱼肉塞进嘴里，细细的咀嚼起来。这鱼肉鲜美，显然师傅手艺不错，只是味道里差了点香味。果然，这菜少了特性。白掌柜，你也尝尝这鱼。不用了，你们好好吃。自个儿是酒楼的掌柜，定然是经常吃这些饭菜的。而这对夫妻家境穷，应该是让他们好好的尝尝。只是这夫妻二人真是奇特，来他酒楼的人都是妻子照顾丈夫，他们却是相反的。徐长林仔细地挑着刺，余光盯着自个儿小媳妇儿，看他想吃啥，若是不好下口的，他是定是要帮忙的。吃了鱼的周桂兰分别将桌子上其他的菜都尝了一遍，心里有了大致的谱之后，这才放下筷子。我吃饱了，你自个儿吃吧。得了小媳妇的话，徐长林才开始吃其他菜。白掌柜，不知道你这酒楼的菜色在镇上酒楼能排上什么样的位置呢？这菜色能排前3，整个镇上也就百味楼能跟我们比比。这也是百味楼想将他酒楼的营业额降下来的缘由。原来这已经是数1数2的味道了。周桂兰心中已经将整个镇子上厨子手艺最高水平了解到，也就不再绕弯子。白掌柜，我这儿有一个配料方子，若是你这菜用了我这配料，你的这些菜色味道可以提升3成以上。3成？白逸轩猛地从凳子上站起来，不可思议，这可是他从县里请来的厨子，厨艺那是没话说的。这女人竟然说一味调料就能将她的菜味道提高3成。这位嫂子可不能开这种玩笑。不是开玩笑，你这些菜味道是不错，但是香味只有食材的香味，和其他酒楼的区别大抵上也就只有火候和食材的新鲜度。可你们缺少自己的特色，如此又怎么能让酒楼经久不衰呢？若是真的有这好东西，他为何不自个儿开酒楼？或者说他有的话，为何要告知他？小嫂子就莫要调笑我了。周桂兰倒是不在意他的不信任，毕竟自个儿这模样确实没有什么可信度。我没调笑你，这就是我要跟你谈的生意。我家男人在你家卖了不少野味，对你人品大加赞赏，我们也愿意跟你合作。若是你不信，我可以做了调料，再给你做一道菜。白掌柜，我和我男人还有事情，我们得出去办事儿，下午我再来给你做顿饭菜如何？明白周桂兰这是要去做准备了，白逸轩也不拦着他们，花了半两银子买了那只大狍子，这才将两人送了出去。周桂兰和徐长林出了酒楼之后，就一直在摊位上东转转西转转，最后跑去杂货店买了不少的皂角，还有洗头洗澡用的布巾。之后又去了布庄，买了一套男人的衣裳，让徐长林试试，发现他穿着正合适。虽说要1两银子，但周桂兰咬了咬牙，还是决定买下来。不许脱，你是穿给我看的，我才有资格决定你买不买新衣裳。这话又霸道又直女，不过她衣服都破了，咋的也不能再让她穿补丁衣裳了。我有衣服，给你买裙子，你去试试。我不要，她衣服好好的又没破。再说了，他们不是还穷着吗？造完新房子之后，口袋就空了。这会儿他们所有家产加在一块儿都不到1两银子了。一向心软的徐长林，这回竟然特别的强硬。那我直接买。家里钱都在我身上，你拿什么买啊？徐长林人高马大的，将纱裙拿在手里举了起来，以免他抢走，脸色却是一如既往的正经。媳妇儿，你跟着我受苦，我不能让你连好看衣服都没有穿的。就这么一句简单的话，让周桂兰心里一顿，心里涌起一股暖流，涌向4肢百骸。这个男人咋就能时不时说这么暖人心的话呢？这毕竟是他的一片心意，若是真的拒绝了，那也是伤了他。那就依你吧。掌柜的，帮我算算这需要多少钱？这2条裙子样式好，料子也舒服，一共4000银子。掌柜的，你这也太贵了吧？那男装费了那么多料子，不是才1000银子？他是不想伤了徐长林的心，可是也不是大款呢。这位夫人，这是2条纱裙，您穿上定是好看的，这配色也好，料子也好，都是上乘的，您穿上定是你们那边
偷一份的。不过这裙子穿起来根本就不好下地干活，1条2钱银子是吧？夫人，2条裙子我是给你抹了零头的，优惠了不少。若是1件衣裳，那要2钱银子，外加36个铜板。那我拿这1条裙子，你把这个零头抹了。这可卖不了，我这手工成本啥的，压根儿不挣钱。咱们不买了，买不起，还是去看看粮食吧。徐长林是一心想买那件衣服给自个儿的小媳妇儿的，这个时候听说他不买了，脚步也定着不动了。今儿个早上，他堂妹可是穿了一身漂亮衣裳，直接到他面前，他小媳妇儿可不能穿得比别人差了。掌柜的，裙子我们要了，你抱起来吧。请问要哪一件呢？就那套浅蓝色的吧。周桂兰想阻止，已经来不及了。这个时候若是拒绝他，那不是当众不给自个儿男人面子吗？虽是这么想的，心中却有气。他忍不住狠狠揪了一下徐长林的手背，小小的报复一下。可徐长林好似不怕疼，任由他动作，脸色都没有一点变化。他这是一点成就感都没有。正要收回手，徐长林反手就抓住了他的手，那大掌将他整个手都包了起来，温暖的感觉随着手传到了手心里。你这多花了36个铜板，明明可以讲下来的。再说这裙子就是给不干活的人穿了，我还得干活呢，买了这裙子不是浪费吗？徐长林任由自个小媳妇念叨着，脸上带了淡淡的笑意。等两人走进一家药铺，买了一些桂皮和八角之后，就出来在各处晃了晃，又跑到别的药铺买了花椒。等他们都逛完了，他们又去了第3家药铺，将剩下几种香料都买了，就进了一个巷子里，将药材拿了出来，合在一块，用石头磨成粉末，这才继续收拾了回到天香楼。虽然觉得白逸轩人不错，可到底是不够了解，若是让人跟踪他，那他的秘方可就暴露了。两人回到酒楼时，白逸轩正在招呼客人，见到他们2个人过来，急忙迎了上来。2位要是再不来，我都要派人去寻你们了。周桂兰和徐长林2人走了之后，白逸轩的心就悬着，做事都不利索了。掌柜的不用着急，我们和你约定了，就必定是要来的，这不是都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就去后厨吧。嫂子，若是不嫌弃，你们在这儿做个菜试试。周桂兰看了眼众人，心中大致明白，白逸轩是想让人学一学，或者是看个究竟。这个时候酒楼吃饭的人多，也不可能让他们清空了这厨房，就给他们自个儿做饭。再说他是来推销他的调味料的，又不是来教这些大厨厨艺的。白老板，不用这么麻烦，我不做菜。若是哪位大厨正在做红烧肉的，可以说一声。周桂兰提高了音量，对着厨房里忙碌的厨师们喊了一声，结果大家各忙各的，完全没有人搭理他。哼，这些大厨可真是够傲的呀。不过想到自个儿是来这儿干啥的，他也能理解，毕竟这些都是大厨。他一个乡下妇人跑来说他们做的饭菜不好，能给自个儿好脸色才怪了。白掌柜的就是这么待客的。长林兄这说的什么话？他们是太忙了，才没顾上，我这就让他们停下来手里的事儿。不知为何，他心中有隐隐的预感，这2人可以让他的酒楼更上一层楼，所以这会儿他也不好得罪。不用了，我自个儿去看看吧。看着众人锅里的菜，红烧肉、鱼汤啥都有，只是那些人都不理会他，各自干各的。他走到之前拿了菜刀要砍人的厨子面前，一看，哟，锅里正好是红烧肉，刚刚才焯水，这会儿倒了一点油，就往里头倒了大肉块。这位师傅，介意我加点料进去不？我这可是给包厢里的客人做的，你弄毁了，可是砸了我们酒楼的名声。一听这话就是拒绝的意思了，而且语气并不好。若是毁了，我就买了这份自个儿吃。这句话让那厨子一噎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你弄吧。那语气极为勉强，要是真的做差了，他就只能再做一份了。对他的态度，周桂兰可是丝毫不在意，拿出早就包好的香料，抓出一些丢进锅里，随即就退了一步。那厨子看了一眼肉上的粉末，再次不耐烦了，就这么点玩意儿能让他的菜好吃？他是不信的。锅里的肉慢慢就要熟了，香味也一点点飘出来，就单单这香味就已经超过了他们酒楼里的红烧肉了。这红烧肉可是他们酒楼的招牌菜，今儿个就这么轻松的得了新的做法。自个儿小媳妇儿是会做菜的，这种香味每顿饭都能闻到，她也已经不惊奇了，只是每回闻到这个味道，她都会有些无法抵抗。那厨子将锅里的红烧肉盛了起来，放在灶台上，单单从色泽还有香味上，就已经远远胜过他之前做的红烧肉了。掌柜的，您尝尝。
这红烧肉肥而不腻，吃进嘴里就有一股香味溢满全嘴，就连滋味都带了不少的层次。吃完一块，好似还留有余味。他瞪大了眼睛，紧紧地盯着盘子里的红烧肉，忍不住又夹了一筷子。那滋味再次溢满全嘴，哪怕他吃遍了县里大大小小的酒楼，也没有吃到过这么香的红烧肉。而这小嫂子只是在厨子的基础上放了一点调味。你们也尝尝。那些厨子也急忙夹了肉，咬了一口，随即就是满脸骇然，不敢置信地看向周桂兰。看他们的反应，周桂兰明白这是对他的肯定了。看来今儿这生意是可以好好谈谈了。掌柜的，这比我以往自个儿的红烧肉要好吃很多呀。其他人也纷纷附和，一致认为这是真正的美食。长林兄，小嫂子，我们一步去堂屋谈谈如何？好。等等。周桂兰一转身，就看到刚刚那个做红烧肉的厨子紧紧地盯着他。之前是我不对，狗眼看人低，您莫见怪。没事，不必放在心上的。当家的，咱们出去吧。好。那厨子摸了一把自个儿头上的汗水，心中有些惴惴然。刚刚他竟然是对他那么不敬，早知道他一定求着这女人帮他做菜，趁机学两手啊。两人被白逸轩带到一个待客用的厅房里。请问您这调味料如何卖呢？我这不卖。这话一出，白逸轩脸色立刻就变了。要是以往没发现也就罢了，可今儿个尝了这味道，他如何能放过？一旁的徐长林也是有些诧异，自个儿这小媳妇儿有多喜欢赚钱，他是知道的。这个时候竟然有钱不赚，或者是想通过这个赚更多的钱。白掌柜的不要着急，虽说我不卖，可我也是来找你合作的。不知小嫂子想要如何合作？这白逸轩是真厉害呀，就喝了这么一口茶，整个人都变得高深莫测。不过论起高深莫测，还是自个儿这男人更深。我想用这调料入股你的酒楼，占你酒楼利润20%。20%？白逸轩再也掩饰不住自己情绪，惊呼出声。他这酒楼可是世世代代传下来的，是他们家的祖业，他竟然打的是这个主意，不过是一个调料罢了，竟然是想占20%，这乡下女人是不是太异想天开了？这个条件我没法答应，我看这合作就此作罢吧。一旁的徐长林也是眯了眼，细细打量自个儿小媳妇儿，他是不知道这酒楼价值，还是明知如此故意给自个儿要最大的利益呢？不过这是媳妇儿自个儿的生意，谈不谈得成他都不在意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不打扰白掌柜的了。当家的，我们走吧。看着夫妻二人这云淡风轻的模样，心中一惊，难不成他们要去隔壁的百味楼？等等。周桂兰停下脚步，转头看向白逸轩，请问白掌柜有啥事儿？小嫂子，这镇上没有一家酒楼会让你仅仅凭着一味调料就入股酒楼的。这就不劳白掌柜忧心了。这个道理他当然明白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这里面的几味药材很简单，时间久了，这酒楼的人总会察觉到。若仅仅是卖这调料，怕是过不了多久就会被这几人知晓。所以现在的目的就是利用这方子争取最大的利益。至于入股酒楼，那只是讨价还价的一种手段罢了。白逸轩被他这么一堵，心中有些不舒服。可若是百味楼真的得了这调味料，那也再没有他天香楼的立足之地了。只是跟着小嫂子大抵是谈不拢，他握紧了拳头，看向徐长林。长林哥，若是我花100两将这方子买下来，您看是否合适？虽说徐长林一直没开口，可他到底是男人，他应当是可以做主的。我媳妇儿做主。一句话就将白逸轩噎住了。一向能言善辩的白逸轩，这时候竟然是无言以对。不过下一刻他还是恢复了。不知小嫂子意下如何？不得不说，这白逸轩是个人才，能屈能伸的。我这调料可是我祖祖辈辈不外传的方子，若是100两就卖了，那就太亏了。我祖祖辈辈要从棺材里爬出来打死我。徐长林挑了挑眉，就听着自个儿媳妇儿在那乱忽悠。从丈母娘那儿，他可从来都没有见过这调料。这小妻子每回白瞎话，还说得跟真的一样。不过自个儿这媳妇儿一直在大石村长大，她到底是如何知晓这调料的做法？还有那些给鸡吃的东西，他究竟有多少秘密？500两如何？500两虽然不少，可相比要入股酒楼，那就少很多了。毕竟酒楼是世世代代往下传，那可不是钱的事情。在心里打了盘算的白逸轩心下大定，成，就按小嫂子说的办。